饭后，凤九有些倦了，今日起得有些早。狐狸洞内厅的榻上，帝君怀抱着凤九躺着，一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哄她入睡。待她完全睡熟，他小心翼翼地放开怀抱，替她掖好被子。本来不想惊动她，却还是忍不住吻了吻她微张的红唇，而后翻身下了床。帝君一出内厅，见折颜、白珍还在，便大步走上前去，在二人对面坐下，压低了声音说道：“本帝君有件事，还想向折颜上神请教。”“哦，帝君请说。”“我以元神修补慧明镜，只能将魂魄留在那境内。那结界与外界隔绝，我的元神要想出去，就又要将三魂七魄撕裂。我当时出了慧明镜，魂魄已然四散破碎，要修补好须得很长时间，可为何没多久，我的魂魄就拼凑完整，得以回归仙身？”这折颜答应过仲隐不与凤九说，倒是没说不能告诉帝君。可如果帝君知道了，还能瞒得住凤九吗？帝君其实元神一回到仙身，就有对此事的因由觉察到了一些，如今看折颜的这副模样，更是肯定了些。他看着折颜，可是有人帮了本帝君。既然帝君有所感觉，折颜也就直说了，不过帝君要答应我，此事莫要向凤九提起。一边的白珍看了看折颜，老凤凰，什么事这么神秘？好，你可知1700年前，淼洛为何会忽然苏醒，又法力大盛？我猜与仲隐有关吧。折颜有些诧异，他竟又低估了这位神尊深不可测的智商。帝君既然知道这个，想必肯定知道仲隐的血骨吧。他这一问没想要帝君回答，继续说道：“仲隐的血天生与其他人不同。你还记得你刚做天地共主那会，天族有个军师被当时的首领杀了妻子，一恨之下用自己的血炼了血骨种在义军心上那件事吗？”“记得。”原来仲隐便是那位军师的孩子。他夫人被杀时已身怀6甲，死后胎儿竟然未死，长到足月，自己从母体中出来了。而那位军师来头更奇，你知道盘古开了天地后，精竭力尽而倒下，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化成了世间的万物，其中他的血液化成江河湖泊，却并不完全，有一部分分离出来，凝出了魂魄，时间久了化出了人形，这便是这位军师了。我竟不知还有此等神仙。白珍惊愕不已。帝君摇头，他不算神亦不算魔。不错，帝君早知晓这些。折颜实在想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是帝君不知道的。不知。上神这又是如何知道的？哦，是墨渊告诉我的。他早年与那位军师一同私战，那军师生性淡漠，却与墨渊能说上些话，一来二去，他便知晓了此事。但墨渊一开始也没想到他的血骨这么厉害，后来亲历了那天一大战后才明白。白水山一役后，墨渊知道了此乃仲隐血骨所致，便也知道了他的身份。所以他的血本就与盘古大帝同源，既有毁世又有创生的能力。是他用自己的血助我修补了魂魄。帝君淡淡说道。正是。折颜顾不上在心里感叹帝君的智慧，接着说道：淼洛发难，你因此而沉睡，虽不是他本意，他却仍觉得愧疚，同时也是不忍心凤九为此伤情难过，所以便出手帮了你。当时他只对凤九说是自己练了魔族一门术法，专帮人修补元神的。折颜能看出仲隐对凤九的感情，他没有对帝君明说，却觉得说到这个地步，帝君应该能明白。继而他又转身向白珍说：珍珍，这些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我答应了仲隐对小九保密。这话也是说给帝君听的。知道了，你还不放心？白珍瞪了折颜一眼。其实就算他折颜不说，帝君也不愿讲这些告诉凤九。他知道这完全是出自于自己的私心，他就是不愿意凤九与除了他之外的男人接触的密切，甚至不愿意他去思考，去知晓别的男人的事。尤其是他早就知道仲隐对凤九存着情谊，就更加敏感了。仲隐帮了他，他自己欠仲隐的，自己会想办法还，却绝不要凤九与他有什么牵扯。青丘狐狸洞中热闹非常，就连四海云游惯了的狐帝狐后都回来了。白玄、白衣、白欣各自携夫人，白珍与折颜、白浅带着团子，一众人聚在了凤九的东荒狐狸洞前厅。原来前几日东华帝君将白衣夫妇请到了太晨宫，
商议其向凤九女君提亲与大婚的事宜，最终决定了9月初2，也就是今日来提亲。青丘向来以女为尊，凤九既是白家孙子辈唯一的女儿，又是青丘女君，更是从小被长辈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这嫁人的大事何其重要，更何况对方还是昔日的天地共主。白家上下齐齐到来，不仅是表示对凤九的重视，对帝君的尊重，还有对他二人历经磨难终得善果的祝福。小九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二弟弟妹以后可什么心也不用操了。是啊，虽然我们白家的情节都落在了女娃身上，不过好在小九和小五都迈过了这道坎，这一旦过去，往后的日子是甜的，谁也比不了。可不是吗？三哥说的一点错也没有。300年前，那会帝君刚回来，有一次他陪着凤九回青丘，饭桌上那2人恩爱的旁若无人。东华帝君是何等威严清冷之人，对着咱们小九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又是夹菜又是剥虾，眼里神情的都能掐出水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喜乐。此时凤九正在内厅，胡后为她梳着头发，一袭红衣，青丝如墨，此情景宛如2000年前她继任女君那日。她的心境确实与那日截然不同，她永远忘不了那天我心怀着对帝君的千般心疼万般不舍，以及对过往的释然与对未来的惆怅，任由奶奶一下一下梳着她的头发，为她戴上王冠。如今衣裙还是红色，却不再是那女君朝服，头冠还是金色，却已换成待嫁少女的凤冠。她也不是即将登基的东荒女君，而是马上要成为东华帝君未婚妻的白凤九。小九啊，以后嫁了人可要收一收鲁莽任性的脾气。且不论你要嫁的是天地间最了不起的男人，就是寻常神仙，这做妻子的也该有妻子的样子。胡后语重心长地说着，是奶奶，小九定谨记奶奶的话，努力提升自己，做一个能与帝君共同进退，与他一同分担的好妻子。好，好，我们家小九丫头终于长大了，这都要嫁人了，以后还会为人母，做奶奶做外婆，能嫁给自己此生最爱的人，奶奶真替你高兴。胡后眼中闪出了点点泪光。凤九与胡后一边说着贴心话，一边梳妆更衣，不过多久便打扮好，由胡后搀扶着出了内厅。凤九走到长辈们面前，缓缓弓下身子行了重重的一礼，而后恳切地说道：凤九与帝君能有今日，多亏了爷爷奶奶、阿爹阿娘与各位叔伯姑姑的包容和支持。凤九一直很任性，给青丘丢了很多脸，还让长辈为我操了很多心，你们虽然严厉，却总是体谅凤九，什么都为凤九考虑。凤九感激不尽。从今以后，不论是作为白家的孙女，还是青丘女君，还是东华帝君的帝后，凤九定尽好自己的本分，绝不令长辈失望。一席话下来，白家人都红了眼眶。白衣上谦握住凤九的手，我女儿自然是最懂事的。凤九，你记住，无论到什么时候，青丘永远是你的后盾，若是以后帝君欺负你，你就回娘家来，阿爹给你做主。姑姑白浅说，二哥说的对。小九，你虽然要嫁的是东华帝君，可我们青丘白家也不是好惹的，他将来要是敢欺负你，我们这些个上神可都是不答应的。不错，我们绝不答应。小九可是我们宠着长大的，任是谁也不能欺负半点。凤九看着如此情景，心里一片温热，不知不觉眼里也热热的。好啦，看你们都把小九惹哭了。胡后上前拿丝绢给凤九轻轻擦泪。就在此时，只听到一阵仙乐渐渐从洞外飘进来，白家众人立刻收敛了神思，一同出了狐狸洞，洞中只留下了凤九和胡后。东荒狐狸洞外，没等白家人都出来，就见一条悠远绵长望不到尽头的队伍气势如虹地从9天降下。队伍的领头是这场提亲仪式的男主角东华子府少阳君，他一身纯白整洁的华服，如青丘洞雪般的银发，束着紫金雕花头冠，眉目清朗，风姿绝尘。东华帝君的身后并列站着上清净3尊与战神墨渊，此3尊乃是大洪荒时父神座下神尊，平日虽不参与天族政事，却在天宫辈分极高，仅次于东华帝君。他们本不过问红尘之事，也不屑于参与他人的闲事，却因着他们与帝君素来交情匪浅，帝君的终身大事自然是要来捧场的。
墨渊与三尊一样，年少时便与帝君相交，曾经是水沼泽学宫里的同窗，又是远古战场上的同袍，还是四海太平后虽不会经常见面，却会在心中记挂的老友。再加上他作为帝君同龄的老神仙，深知他们这样的娶个媳妇有多不容易，所以即便他很少为别人出面，这次还是二话不说就来了。此四人之后，乃是200年前就继任了天君的夜华及天族三殿下连宋。天君夜华虽是凤九的姑父，此番前来为帝君提亲助阵，却无疑是代表了整个天族的。至于三殿下连宋，自然不用说，作为帝君的忘年交，岂有核对的对象？这场仪式又怎能少了他？再往后，则是包括司命、程昱、药王在内的一众星君神女们，他们按着阶品位分前后站着，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浩浩荡荡地排到了看不见的远处。百家人自来闲散惯了，平常9重天朝会都不去，其中算是已经成为天后的白浅见过世面，可也没想到帝君只是提个亲就搞出了这极尽浩大的声势，一干人一时间竟纷纷傻了眼。片刻后，还得说是白家的大家长狐狸白芷心理素质好些，带着自家这群不怎么争气的狐狸迎上了帝君的提亲队伍。他向帝君和他身后的神仙们一拱手，说道：见过东华帝君、天君、各位神君，吾等有失远迎。帝君微微颔首，面带微笑，十分客气地对白家众人说道：狐帝不必多礼，今日来的诸位神君都是本帝君的故交好友，各位也无需拘谨。白家人表面上笑着应声，心里暗暗腹诽：您老人家那队伍都排到天边去了，还都是你故交好友了，弄这阵仗吓唬我们呢。这以后小九嫁过去，要是受欺负，一个帝君我们几个都勉强，这么多人还用打吗？小九啊小九，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就在他们几个内心挣扎之时，只听面前一道清朗却有力的男声道：四海皆知，本帝君与青丘女君白凤九两情相悦已有数千年，却碍于天命阻隔无法相守，也害得凤九伤心难过。如今所有问题尽数解决，我东华子府少阳君特来求娶白凤九，从今以后定珍之重之，与他相依相随，永世不负，还望各位上神成全。帝君言辞恳切，俊美不凡的脸上一点也没有平常的清冷神色。待他说完这番话，他身后的神尊仙官们纷纷附和：是啊，帝君女君情比金坚，感动了上苍啊。不错，帝君对女君真是用情至深，帝君女君终于得以相守，乃是天地间一大喜事啊。白家众人脑门顶着黑线，心说帝君您老人家提个亲，这是买通了多少人。白毅上前一步，向帝君拱手说道：东华帝君既然对小女有此承诺，那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就放心地将她交给帝君了。凤九从小被我们宠坏了，有时候有些任性，还望帝君您多包涵。帝君回了一礼，本帝君并没有觉得凤九任性，白毅上神尽管放心，他是本帝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绝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白浅说：帝君，请您记得您今日的话，若将来凤九在您那受了委屈，我们白家这些人虽然不敌你，可也是绝不能允许的。浅浅怎么如此对帝君说话？白芷嗔怪白浅，转而向帝君说道：我家的狐狸都被我惯坏了，失了礼数，还请帝君不要见怪。帝君态度温和，天后娘娘言之有理，都是一家人，狐帝客气了。对对对，都是一家人。折颜向呆愣的狐帝使了个眼色。狐帝，凤九呢？哦，狐帝恍然大悟，该让凤九出来了。他一个传音术给狐后，不出一刻，只见凤九一袭朱红青丝锦服，挽着待嫁神女的飞仙髻，莲步轻移，朝着人群款款而来。前来提亲的各位仙官仙伯都看傻了，默默提醒自己勿动俗念，那可是东华帝君的女人。帝君自己更是自凤九一出来，就再也没有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的九儿极美，今日她要成为自己的未婚妻，这般大气妩媚的模样，更是令天地一切都失了颜色。这精致无双的人儿，这灵动娇艳的小狐狸，以后就是她一个人的了。以前与她两两相望时，她做过多少关于她的梦境，却从不敢做这么美好的，是怕梦越美，醒来越是心痛难当。可现在不同，她真实地看到了她脸上的笑容，感受到了她的气息，正离她越来越近。
凤九一步步走向那个心心念念的身影，他还是第一次见他穿白衣，竟比穿紫衣更要先古道风。他还记得他继任大典时，高台上出现的那个紫色背景，还未等向他转过身来，就消散不见。可这次不同，他看到了他一如初见时清俊的脸庞，看到他望着自己的那双闪着温柔光芒的星眸，看到他薄薄的嘴唇微微扬起的可以融化万年寒冰的暖笑，而且看得越来越清晰。耳畔仙乐袅袅响起，如丝如缕，阵阵甜意从两人心底泛出，锁绕在宁静喜悦的气氛中。良久后，待凤九站在帝君面前，他向他伸出了左手，对他缓缓说道：“九儿，嫁给我可好？”凤九笑着将右手递在他的手上，与他两两相握。好。提亲之后，帝君他老人家声势壮大的提亲队伍以及白家诸位都各回个家了。凤九跟着帝君来了碧海苍陵。自帝君醒来，经过了300年，他的法力终于恢复至10成，也是须得如此，他才能娶凤九。不为其他，只为他要将最好的自己交给他心里最好的他，只有让自己法力鼎盛，他才能保护好他，他不愿意一丝一毫地委屈了他。帝君，只是一个提亲，你怎么请了这么多人来？凤九从帝君怀里探出小脑袋。帝君挑了挑眉，一脸傲娇：“不是我请的，他们听说我要娶你，主动跟着来提亲的。”哦，凤九小嘴瘪了瘪，原来不是帝君特意去请的呀。帝君看他这模样，觉得逗他简直是世上顶有乐趣的一件事。可是逗归逗，他想让他开心。他声音很轻柔，满眼笑意地看着他：“喜欢吗？”凤九使劲点点头，刚还拧着的小脸绽开灿烂的笑。他觉得为了他这样一个笑，什么都值得。我是青丘白凤九，今年73900岁。我有很多身份，我是青丘白家长孙，是世上位子一条九尾红狐，是东荒女君。过了今日，我将又多一个身份，东华帝君的帝后。不错，今天这个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黄道吉日，便是我与帝君大婚的日子。你曾与我一世相思，一世缱绻，一世不离，如今我便以10里红妆，许你一生相知，一生相守，一生相惜。今日寅时，凤九便起身准备各种事宜，沐浴、更衣、画眉、簪发。其实她从昨晚躺下就一直兴奋的没有合眼。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堂。奶奶一边给凤九梳着如华缎般的黑发，一边念着这古老的歌谣。凤九觉得铜镜中的自己真美，这是她第一次发觉自己如此美丽，美得无人能比，甚至比姑姑白浅还美呢。或许是因为她此刻心情实在太好了吧。辰时一过，36只五彩鸟从9天飞来，如海般的祥云翩翩而至，种种祥瑞之兆伴着帝君那比之前提亲时阵容还要庞上几分的迎亲队伍来到东荒狐狸洞外，经过极其简单的交接仪式，将凤九迎到了那9重天宫。9重天上处处悬灯结彩，琉璃生辉，霞光流转，仙泽缭绕。从辰时到午时，帝君与凤九在众仙神的簇拥与见证下，先是行叩拜天地之礼，再是宣昭示四海之词，然后饮敬谢亲友之酒，最后结发交杯，以其一生同心，与子偕老之愿。东华子府少阳君，生于天地，长于万物，承共主之位，定仙神律法，掌6界生死，平洪荒之乱，后四海太平，遂禅让君位，避世太臣，功德盖世，英名昭昭。今有青丘帝姬白凤九，乃东荒之女君，9尾狐神族之后，聪慧窈窕，温艺恭淑，庸素持身，才德并济，遂养成天地之恩泽，入太臣为帝后，得昭四海，母仪八荒。帝君坐下司命星君朗声颂此诏于昭华殿，昭华殿连通6界，声震四海。世人都知东华帝君清冷脱俗，是个只适合挂在画像上的神仙。就连帝君平日里的服饰也无非就2种，一是纯白色的正装，一是紫色系的各式休闲装。眼下这一身大红的喜服，还真是让这位平日里仙风道骨、淡漠孤傲的神仙一下子红尘了不少。不过衣服只是起到一少部分作用，最令他透出红尘气息的，莫过于他看向凤九时那一脸的温柔神色。
主持仪式的仙官将他二人剪下的银发青丝编成了同心结，仔细收入紫金龙凤锦盒。一交臂，一仰头，两人各自喝下合卺之酒，后相视一笑，满目深情。最后，众仙神齐声喝道：愿帝君帝后永结同心，休戚与共，神仙眷侣，仙福永享。太晨宫中也是十几万年来从未有过的喜庆红火，灯笼轻摇，帷幔高悬，一夜间姹紫嫣红，百花争放，青罗红纱挂遍，处处起窗。帝君将凤九从喜宴上打横抱着回了寝殿，将她放在那张自己独自睡了十几万年的卧榻上。帝君，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辛苦了大半天都没好好吃东西。凤九一双水眸无辜地看着帝君，你还没吃饱？我吃饱了，我是说你，可是那膳食不合你胃口。的确不合胃口。帝君颇具玩味地看着凤九，况且本帝君还得留着肚子吃今天的正餐。什么正餐？凤九又疑惑又兴奋，心想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可是忘了什么事？难道不知夫妻拜过天地之后要做什么？你……凤九一下子反应过来，小脸疼得通红，你不正经。帝君眼中含情脉脉，那也只对你一人如此。说着就抬手抚上了凤九的脸颊，继而慢慢滑到她小巧的下颚，修长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捻着。凤九虽然经常会害羞，却从不是扭扭捏捏的小女子。既然自己深爱帝君，自己这颗心一生一世都在他这处，那自己的人也自然应当归他。凡间历劫时，他二人虽夜夜欢愉，可毕竟用的是凡间皇帝和陈淑妃的身子。帝君元神归位后，凤九与他在碧海苍陵同住的300年里，他总能感觉到他情到浓时的隐忍克制。他问他为何，他坦白成婚前不能委屈了他。他心疼不已，却又拗不过他。如今他是他明媒正娶的帝后，3生石上有证明，女娲娘娘的姻缘簿上有名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告诉他自己有多爱他，告诉他自己有多愿意永远属于他。